好的，大家好，这是城北虚空。最近有一些粉丝向我强烈推荐原版 BOSS 加强的 MOD， 就想看我受苦，多损呐！满足一下你们别菜的要求。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OD， 名字叫做原版 BOSS 强化，搜索这个直接就能搜到。强化了原版部分小怪和 BOSS， 那强度真的是日你妈宇宙霹雳超级无敌螺旋血妈爆炸，看着牲畜一样的封面，不会真有人觉得红眼是特效吧？这个 MOD 是给那些用了很多超模人甚至是4饰品、星夜饰品包等强烈 MOD 的玩家使用，要用超模才能打败超模。我没有很多超模人，也只有2饰品，那我今天就逆了个天，我就要用凡人之躯比肩神明。要想早点见到这些强化 BOSS， 就得快速推图刷出 BOSS 本才行。于是我采用了超模的哨，快速推图，没走2步道我就碰到了爬爬祭坛。来都来了，不点也不像回事儿啊！我一看发现味儿不太对，这爬爬开头一轮3动，这体型和正常爬爬比还小了一圈，我都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了第一个强化爬爬。可惜平常都不出场的哨今天在场，就算是强化爬爬，今天也得给我爬。爬爬招牌招式起伏不定的厕所，居然一下招出3个隐身小爬来，原来是2个，现在是3个。因为爬爬变瘦了，所以能多招1个，我就多一个小爬嘛，就这。然后我就直接爬了，怎么打？没法打，我2轮就被团灭了。哨来了都不好使，这简直没法打了呀！而且我发现我所有的 BOSS 已经打过了，先知根本刷不出来，搞了半天无用功，还被爬爬团灭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于是我就装了这个 MOD， 它可以强制刷出冠军本的原版所有 BOSS， 一步到位，偶尔到废。终于成功在地图上找到了先知的老窝，准备先用秀琴赶死。秀琴反击队一探究竟，路上碰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怪物，不过还好他们的难度并不是很高，一路顺顺利利的，终于来到了先知的面前。先知还是那个抠眼珠子的先知，那他都强化了什么呢？首先是点中点1轮3动，然后有一个持续整场的 buff， 根据位置来加闪避，在4号位的时候加150闪避，和他基础的80能达到230。什么概念？可以说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不，应该说是黑客帝国你要摁夺火神加特林。就算你有办法能把他老人家弄到1号位，但人家好歹也有80闪避，80闪避比尖鞘魔还多呀。看到这里，一些富有经验的老玩家肯定要说了啊，那你把他凳子拆了不就得了吗？再用标记队给他一个尖鞘魔一样的待遇，降他闪避，包杀先知。首先这前期条件就完不成，这是他第一个凳子的血量足足有121，然后防御拉满80%，所有抗性均为500，就算是最低的腐蚀抗性都有100。这时候肯定有人说啊，防御80%没用，老子反手一个破盾穿甲拿捏他，拿这个屁！这个逼还有一个全程减50%伤害承受，平 A 打1，暴击打2，硬的跟你把鸡眼一样。开裂的长椅我直接裂开，你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先知在那泥石流山体崩塌，活活把你拖死。我目前能想到的就2种打法，一种是拆凳子，一种是不拆。不拆的话就堆叠精准，可是我现在完全堆不到那么高的精准，也不想使用超模的红，我就想4两拨千斤，就想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。所以我打算用一套腐蚀流打法先拆凳子，说干就干。眼睛妹主要负责减压，同时也是用毒的好手。守护者守护全体，为全体保驾护航。鼠孽就是当之无愧的毒王，不用多说。耍蛇人一个玩蛇的，总能整点毒出来。专业拆卸团队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。大家把专业打在公屏上，然后我就兴致勃勃的上路了。刚没走2步，我他妹的就碰上了强化收藏家，真是垒壶不开提垒壶。这收藏家的强度我真是不想再吐槽了，一个生命汲取等你妈回100血，这强盗仿佛开了挂，一刀暴击45，一个装修队的能打过这几只鬼就有鬼了。不过这鼠孽是真的命硬，仿佛苦修附体，没办法，只能重来了呗。这次运气不错，没碰到收藏家，也没碰到爬爬，但是碰到了这货。我现在处于猩红期间，经常能碰到这个骑士，别看他一脸憨憨样，这小子强度跟鬼一样，招牌地下插刺经常一下就是2个死门。这
下面状态跌得跟30书一样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来一次。可是之后的每一局总能碰到骑士来截胡，我开局这个30书就25层了，然后 BOSS 房他进不去，就更别提打败先知了。终于有一把我在成功被他截胡的情况下，十分侥幸的勉强赢了他一回。哎呦我天哪，实在太不容易了！这是我第2次来到先知的门前，由于之前被截胡，物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。说实在，我心里非常的没底。但是机言长矣，用它的实际硬度再次让我完全放了心。这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上的38腐蚀伤害，等待伤害生效的期间挨了各种锤，快把命都搭上去了。然后这凳子才掉了19血，那减50%伤害承受，连腐蚀伤害都能减，我彻底麻了。可以说这效率一个凳子都拆不掉，我们一定会被先打团灭。我宣布腐蚀流彻底破产，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摸大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难道只有超模才能打败超模，普通人就永远翻不了身吗？既然拆不了凳子，也没办法叠加那么高的精准，那这个问题简直就是无解。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，我和群友就开始聊起这个问题，然后他们就提到了一个词，叫做伤害反射。这是一种全新的伤害机制，在原版我根本都没有见过。我第一次见到伤害反射这个概念是在无尽农庄 DLC 里面的老兵静盾上，而且伤害反射极其少见，即便是 MOD 里也没有几件饰品是和伤害反射有关的，而且它的适用面非常窄，它能反射的伤害是按照你实际受到伤害来算的。如果你闪避了，那么反射伤害是0；如果你减伤了，那么反射伤害是按照你实际伤害来算，非常少。如果你被人一下暴杀，血条清空，那倒是反的伤害特别多，但是你人也要没了。总之在大多数实战情况下效果不是很理想，但是伤害反射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，那就是伤害反射造成的伤害是无视闪避的，无论你是230还是999闪避，只要被反射一定会被扣血，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。 That's fucking good。 不过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，具体是什么阵容佩戴什么样的饰品需要反复的尝试。1把1骑士，3把1收藏家，5把1爬爬，谁才是截胡之王？别截了，别截了，再截人都傻了。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一个我倒下了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站起来。这不知是我第几次站在先知的门前，但我敢说这是最后一次。先知新手预言了守护者和搜救者，但是不慌，搜救者和尖叫魔赶紧来一手换位，防止被砸。守护者直接使用增进瓶，就算是10万落石也能活下来，拼了命也要对吸魂鬼用出幽灵的哀嚎，增益吸魂鬼75%伤害反射，持续3回合。由于先知的多动症，导致守护者突然触发幽魂形态，刷出格挡，一格挡一闪避，直接无伤过落石。先知再次预言，又预言了相同的2个人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该怎么做。搜救换位吸魂鬼，再次使用幽灵的哀嚎。终于轮到吸魂鬼自己的回合，暗潮倒影，再次增益自身70%伤害反射，一共叠加220%伤害反射，再加极速之火270%，来砸，狠狠的砸。我吸魂鬼就是命硬，看咱俩谁熬得过谁。124，好砸！伤害反射105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吸魂鬼最不怕的就是死，你往哪落我就往哪挪，谁躲谁孙子。还敢直接预言吸魂鬼，我怕你是真的不想活了。请注意一下你的血量，你再动一个试试。千磨万击还精进，日尔东西南北风。吸魂鬼永远的神。那么好了，我是城北徐工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，希望你能投2个情感硬币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